开锁费200，鉴定费500，扫码还是现金？不是，泽哥，您这看都没看，拿根吃剩的排骨棍往锁眼里一别就说开了，还说我这是假货，这可是我花了8万块从乡下收来的战国老物件，里面说不定有仙丹呢。就这破铜烂铁还战国？战国时期的毛总咬合缝隙绝对不超过1根头发丝。你再看看这个，现代机床坊的劣质品，里面装的估计是6味地黄丸，赶紧滚蛋！唉，这届倒懂的真是一届不如一届，连基本的机械常识都没有。陛下有旨，陵寝封顶之日，10万工匠全部殉葬，星云阁的一族妖女灵雨活埋。别吵了，又让我算这破阵法。以流沙和水银为传动，齿轮吆喝的极限线轴心处，距离主承重板2尺3寸，就是唯一的生门。画出来，快画出来！20年了，那个叫司南的古代包工头到底在我的脑子里建了多少个工程？天天晚上拉我上网课，老子快被这见鬼的2尺3寸逼疯了！苏大师，道上都说，这世上没有你解不开的古代死扣。杨爷，查水表还是交保护费？我这明代黄花梨的门盘，您这一脚踢没了30万，这笔账咱们怎么算？少跟我贫嘴！西北大漠有个秦代将军墓，防盗层是会动的活机帐，我折了3拨人，连主墓室的皮都没摸到，那墓里的机关连他妈洋炸药都炸不开。带我们进去，停下那套破齿轮，这钱归你。送命的活儿，多少钱我都。图上的阵眼分布，水银流向，以及暗道走向。这活我接了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到了地底，只要我说停，你们谁敢往前多迈1步，我就让他给这墓主人添大梁。严爷，雷达失灵了，显示周围全是实心岩层，根本没路。把那破玩意儿关了，走左侧，避开刻着玄鸟图腾的翻板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子还用你来？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清脆的金属击扩弹射声，咔嗒，紧接着是沉重的石门摩擦声。千钧液压臂以流沙和水银传动，只要严格采用制式6柱青铜齿轮，距离主承重板2尺3寸处，必然会产生一个受力盲区。2尺3寸。他娘的！我这辈子最恨考试了。在这地下的世界，从来就没有活人的规矩。赌赢了。发财了！发财了！大营眼线多，不可久留。此因镇守大漠外围阵眼，将军，地宫若封死，这便是10万人最后的生门钥匙，切记，不可让任何人知晓。
刘大师，演够了吗？把手里的秦代信物放下，再把你脑子里关于骊山主灵的秘密全吐出来。爷爷，盗墓盗出幻觉了，什么骊山主墓？少跟我装蒜！真以为我花200万就为了请个古董员修破铜烂铁的？我的人翻了你铺子外头半个月的垃圾桶，你那些废纸篓里画的，全他妈是秦代下水脉和齿轮机关的草图，你早就在推演骊山地宫了，对不对？爷爷，翻别人垃圾桶可不厚道。行，既然话挑明了，那我也送您一句黑话。什么？神兽震穴，印起杀线。开枪！他娘的，财帛动人心啊！一个一个的下来就都不守规矩，还指望我来填坑？严爷，200万定金我收了，尾款记得下辈子烧给我，概不退换。星陨阁的异族妖女灵雨，作为主祭品活埋。凌雨，我操！这到底是人，还是追了2000年情债的鬼？寡妇坛，大半夜的跑这种破地方，我真是疯了。大爷的，进门不知道敲门啊！这庙虽然破，踢坏了门槛也是要赔的。这破庙我们占了，滚出去！呵呵，就算是去死，也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啊！你说让我出去，我就出去，想什么了？不过看在他们手里有喷子的情况下，男主还是海阔天空吧。我靠，美女！你从西北大漠一路追杀我到南疆，还专门换了套衣服和发型。你那身红裙子呢？该走战术特种兵路线了。玄武图腾，青铜印，地下盘口都在传，大漠先锋墓塌方，折了3拨人，只有一个姓苏的活了下来。看来，就是你了。美女，地下情报网挺灵通啊！我叫苏泽，一个混口饭吃的风水师。既然你认识这玩意儿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叫墨雪，为了找这寡妇坛底下的方氏水种，我这半个月已经折了3个兄弟。既然镇眼钥匙在你手上，你要么带路，要么死。但就凭你们手里这些破铜烂铁，就算拿了钥匙，连寡妇连的水皮都摸不到。你真以为你们在外面折了3个兄弟，只是因为意外胀气？错，这坛底压的是大秦的玄水八卦阵，下面根本不是水，而是被奇门遁甲死死锁住的绞肉机。这活我接了，你出人，我出技术，咱们搭伙下水。不过事先说明，下水之后生死一瞬，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人都得听我的规矩。莫老板，你们平时下水就穿这种铁棺材，太笨重了。老祖宗在下面设计的是奇门活阵，你们穿成这样，遇到流沙岸一连躲都躲不开，难怪折了3个兄弟。这是军用级抗压服，水下80米，不穿它你的内脏会被压碎。少废话，下水，跟紧我。好的好的，莫老板，你是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水下凶险莫测，到了水下，你看男主会不会还这么听你的话？下潜30米，
能见度不足5米。队长，战术射灯的光打不透，周围全是黑的。保持阵型，别乱碰石壁上的水草。苏泽，你的心率飙到160了。如果你只是个装神弄鬼的骗子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别操心我，省点氧气吧，美女。这水下的暗流走向完全违背自然物理，明显是被阵法强行改了道。你们最好祈祷我的玄武印好使，不然咱们今天全得在这儿办水葬。报告，下潜80米，没路了，是个死胡同。撤退，浮力拉满，先退出去。都别动，在这个深度遇到玄水八卦阵的死水漩涡。你们敢往上反，水压能瞬间把你们的肺挤爆。那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这石壁根本没缝隙，如果你找不到阵眼，我现在就割断你的氧气管，免得大家陪你一起被漩涡搅碎。闭嘴，看着。水压突变！现在知道怕了。在岸上你们有喷子，在水里你又不是条鱼，还想靠人多就成事儿，想屁吃了！只要男主找不出阵眼，大家都他娘的别想全身而退。不许抓紧我！老祖宗的门，给我开！队长，断龙石封死了，退路没了！开灯，解除潜水头盔，全体警戒。得救了！我的妈呀，总算活过来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这种密封的地下绝地，连个通风口都可能藏着机关，你们最好别乱跑。什么声音？有暗器。别动！所有人都不许碰地上的水！队长，这水在冒烟，我的脚！绿水在往上涨，上墙！全他妈给我上墙！看那些刻着原文的地方，那是唯一的受力点。别往下看，屏住呼吸，这撑气有毒。跟着我往上爬，这墙壁顶端有一道石缝。给我看！这又是什么鬼地方？男主被噩梦折磨了20年，天天被逼着算尽各个机关，现在看到了机关的成品，难道都没有想起来什么吗？地宫钥匙，红莲胎记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不是陵墓，这他妈简直是个地下屠宰场！2000年前的人，到底在这里面造了什么怪物？别乱碰那些骨头，也别碰墙上的青铜链子，防腐处理没做好，鬼知道上面有没有未知的细菌。苏老板，你这古董店还坚持看法物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墓？我捣爆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长着3只手的粽子。大篆，
是秦代的小亲书。你连这玩意儿都能看懂？废话，潘家园收废品，看不懂小生怎么分辨真假铜钱？大真人有令，以星陨之石研磨入药，为使北疆禅服，是长生。喂，石头，是长生？这帮古人脑子有坑吧？不仅有坑，还他妈丧尽天良！破案了！这里根本不是陵墓，是实验室。这帮疯子方士把带强辐射的陨石粉末塞进活人嘴里，想炼长生不老药，结果全吃成了基因突变的怪物。莫雪人呢？喂，美女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当耳旁风了。这地方的东西带辐射，你找死啊！放手！我要找解药。什么解药？我的家族世代受到一种诡异的血液诅咒，没人能活过30岁。族皮上写着，唯一的解法就是这方氏水种里的白虎磁石。我今年29岁了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玄学诅咒。当年那些逃出大秦地宫的工匠，肯定是因为长期接触陨石粉尘，导致基因受损，这就成了遗传病。我走。苏大师，南疆这破雨林，真是让我想得好苦啊！我操，妍妍，你属小强的吧？万吨流沙都没把你埋死。托你的福，老子拿10几个大墓的肉身当了顶梁柱，硬生生从沙子里挖出了一条血路。今天这水球里的长生仙药，还有你的命，我全都要！把那块白色的发光石头给我撬出来！爷爷，早说您要这发光的石头啊，我正愁拔不出来呢。苏泽，你疯了，那是解药！闭嘴！解个屁，命都没了！爷爷，这机关有防盗弹射，我们躲远点，免得崩一身血，您不介意吧？滚远点儿！老子连万吨炉沙都不怕，怕个破石头！用力！拿到了，仙丹是老子的啦！队长，炉子开了。妍妍，你就没有想过古墓里面这么多的机关暗器，男主主动让给你的东西有那么容易得到吗？哎，长点心吧。就是现在！爷爷，极品盲盒您慢慢开，我们先撤了。你到底放出了什么东西？我操！爷爷这孙子用了 C4 高爆雷，他个文盲！大秦的悬水结构全靠青铜柱撑着，他在这儿用炸药，是想把整个地下暗河的底给炸穿吗？跑不掉了，深吸气！男主啊，男主，你做初一就不允许别人做15吗？想太多了吧？何况不还有莫老板这个大美女跟你在一起吗？俗话怎么说的？什么什么什么做鬼也风流不是？老子这把骨头。
基台的辐射太强，我用这磁场锁灵阵护住你的心脉。这根本不是太极。男主看归看，别上手啊！莫老板，你快醒醒啊！你看够了吗？再动一下，我割断你的大动脉。我不仅知道你叫墨雪。我还知道，你肩膀上这朵红莲，每靠近强磁场，就会像烙铁一样痛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不仅知道，我还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。别紧张，我这就拿开。美女，我做了20年的噩梦，梦里那个大秦包工头，就是用含有特殊磁煞的朱砂，给那个当祭品的红衣女人纹上了这朵花。在古人眼里，这叫锁灵咒，但在物理学上，这是一个刻在基因里的磁场接收器。那帮疯子为了让祭品多活几天，强行改变了他的基因磁场，而你们家族遗传了这道致命的磁场锁。我被这别人脑子里的记忆折磨了整整20年，天天靠吃褪黑素惜命，我受够了。我要去骊山主陵，挖出那个核心，弄清楚我脑子里到底装了谁的记忆。我也受够了这活不过30岁的倒计时。既然接收器长在我身上，那只要去骊山，把发散信号的那个主阵眼砸成粉末，这道锁就是个死局。合作吧。成交！我出技术解梦，你出武力砸阵，去灵山，把大秦老祖宗的摊子给掀了。男主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我看你吃的不是褪黑素，是炸药吧？想和莫老板一起去冒险就直说啊，还搞清楚记忆。休息够了就走。既然锁灵咒的主阵眼在骊山，我们现在就去平了那个地宫。大姐，你当始皇陵是你们家后花园啊？推门就能进？你懂杀人，但我懂老祖宗的机械。你看看这2个配件的咬合面，虽然能破蒋的面，虽然能卡进去一部分，但中间明显空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夹角。大秦的顶级工程，毛耸缝隙连一根头发丝都塞不进去，绝对不可能留下这么大的物理破绽。这不是残次品，这是一个3项联动锁。那第3把钥匙在哪儿？暗河把我们冲出来，线索全断了。谁说断了？这块磁石之所以能悬浮，能镇压怪物，是因为它内部有着极其恐怖的单向磁场。老祖宗在铸造这套钥匙的时候，用的是同一条矿脉的半生矿，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磁场寻向功能。西北方，磁场偏角极大。
顺着这条线，磁场最爆裂的终端，齐田山深谷。不是，男主你连个地图都没有，就直接报位置？走，去祁连山找第3把钥匙。莫大美女啊，男主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长点心吧，我看着都着急。GPS 彻底没信号了，指南针也封了，就是这儿。地下肯定埋了大量的磁石矿脉，现代仪器到这儿全是匣子。外乡人，死路，请回。这帮人身上的血腥味很重，不是普通村民。别拔刀，他们是2000年前留下的守灵军后代，只认死理不认人。老张，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我循着磁脉指引来这儿，取存放在这儿的第3件信物——青铜麒麟胆。大秦重器，非少府总监不可取！你这黄口小儿敢来诈领，剁了他天垢！你摸摸这毛叟咬合的缝隙，超过1根头发星了吗？阴气杀线，绝密毛锁。守灵族第73代，叩见大宗师，祖宗保佑，取剑人终于来了。大爷，不是吧？好歹你们家也守73代，别人随便拿个印章就把你忽悠了。你不想再守了就直说。行了，别跪了，看见没？这就叫老祖宗的硬核防伪认证。带路开祠堂吧，我赶时间去骊山砸场子。我操，男主还砸场子，谁给你的勇气？哎，服了 you！ 苏大师，惊不惊喜？真以为地下暗河能淹死老子？我花重金买了黑市的卫星真宗，顺着你们的脚印就来了。你这鼠王八的命是真硬啊！想玩命？行啊！爷爷，拿女人孩子当挡箭牌，你也不怕遭天谴？干我们这行的只看结果，不讲武德。苏泽，我知道你懂那些邪门机关，但这村子连个掩体都没有，你机关再快，快得过我兄弟们的子弹吗？把前2把钥匙交出来，再把祠堂里的第3件信物给我拿出来。敢说半个不字，我先打爆这小崽子的头！既是条人命，咱们赌不起。主灵地宫的门，只有我能开。我如果死了，你就算拉来一个装甲师，也得在外面要饭。痛快！苏大师果然是个讲究人。给苏老板和莫老板戴上手铐，请上车，咱们去骊山。爷爷，大爷永远是你大爷，终于开窍了。一个大反派，搞什么正规流程，直接大开杀戒才是硬道理。
苏大师，这就是你说的入口？这他妈连条缝都没有，你敢耍我？解开我的手。千古帝王的地宫是和整座山体浇筑在一起的，找不到锁眼，你就是用炸药轰，也只能炸下一层皮。妍妍，不错，知道怎么当反派了。谢男主去冒，你直接坐收渔翁之利，不香吗？不是吧，男主，妍妍叫你开个地宫，你一直看莫老板，你倒是去开呀，别磨叽，干就完了。你是男主不会死，剧情不会让你死，别怕。门开了，千古第一地的宝藏，苏大师，请吧，进去替兄弟们踩踩雷。一会儿跟紧我的步子，错半步都得死。老祖宗的第一道迎宾礼，够这帮残杀喝一壶的。进去，带路。把手电全灭了。关灯，关了灯让你跑吗？这里全是高浓度的水银气气，强光折射会触发穹顶的热感应青铜镜。你想让乱箭把所有人钉死在这里，就继续开着。都灭了，踩着这姓苏的脚印走。不是吧，妍妍，你个老登，有点主见好不好？男主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么随意的吗？老祖宗留了灯，错半步，神仙难救。猴子呢？老大，他没声了，连个落地声都没有。我提醒过了，这下面连着地底的无底阴河，老祖宗杀人向来不留血迹。现在能看准脚印了吗？爷爷，这水怎么往天上流？别看水，看中间。当年我让你们同族的女眷和少部分人从暗道先走，留下你们这10万汉子断后。我明明最后给你们也开了生门，为什么你们不走？他们是怎么死的？带头的老石匠，当年摔了手里的火把，这帮泥腿子怕这块石头的辐射泄露，害死他们地上的老婆孩子，他们硬生生折传回来，喝了毒酒，用10万人的命镇住了这个阵眼。
蠢货！一群连字都不认识的泥腿子，死得好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这些讲情怀的白痴。苏大师，你知道我祖上是谁吗？是在这外面监工的督军。这地宫的秘密，我李家传了2000年。这颗星陨石是天然的无限能源，把它卖到海外，我能换个独立武装国的统帅当当。你要拔阵眼，阵眼一拔，这10万英灵的镇压就毁了，地宫的磁场会彻底暴走。那又怎样？妍妍，你别乱来。这破地方早就该塌了，这地方的磁场压不死我。苏泽，你们就在这儿陪着10万个穷鬼吧。找死！你开个试试。看吧，男主，你把人家妍妍都弄疯狂了，还统帅，还压不死，大家能不能全身而退都很难说了。妍妍，你拿的是督军留下的钥匙，但你脚下踩的是我造的阵法。我的枪！怎么回事？有鬼！这底下有鬼！苏泽，你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是这地宫认出了他的主人。妍妍，你以为你祖上留下的绝缘符是万能的？当年为了彻底锁死这颗星陨的辐射，大总监把阵眼的核心秘钥刻在了圣女的灵魂里。墨雪身上的红莲就是接管这整座地宫磁场的最高权限。放屁！大秦早亡了，哪儿来的权限？杀了你，抽干石头，我一样能赢。放了我，我把残图全给你，我李家在海外的钱全给你，让我走。妍妍，你觉得我缺钱吗？你祖上当年在外面挥鞭子的时候，有没有听过这10万人在地底下的哭声？你刚才说他们是穷鬼，是蝼蚁，死得好。现在你跪在他们面前，你问问他们同不同意拿钱买你的命？不是吧，妍妍，我亲爱的严爷爷，你连个大招都没有出就被写死了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
泽，怎么回事？因果了结，阵眼在自毁。那10万兄弟的魂，终于不用再硬扛着这块石头了，他们解脱了，你的诅咒也就彻底散了。走，这里的重力磁场马上就要崩溃，水银海要落下来了。最后的结局不用猜，大家都会想到，苏老板和莫大美女经过了生离死别，走到了一起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这里就是塞外了。真漂亮，苏泽，我们以后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天下这么大，只要没有地宫，去哪都行。